清河，快跑！父亲，父亲！成了，看在我家收你那么多年的份上，求你救救林家。我如今贵为驸马，有郡主在，你们林家不过是午饭就是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卖到最脏的青楼。靠！这是什么雷霆颠文？死渣男！快点快点！陈公子中状元了，庆功宴不能出差错。小姐熬了这么多年，可算等到了。将军府，小姐，陈公子中状元，这不是我昨晚骂的那本《重生之状元的抱负》吗？大小姐轻信凤凰男，到头来满门抄斩，自己还被卖进青楼。疼？不是吗？我居然穿成了这本书里的丫鬟，这小姐家也太惨了。如果我在，我定要助这家人逆天改命，打倒渣男，拯救小姐，把这颠文改写成大女主爽文。今天放榜，那渣男马上就要来将军府报喜了。不就一个凤凰男吗？嘚瑟什么？学历又不代表人品。凤凰男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吧？这也能听见？我说漏了？不对，我明明没张嘴啊！小姐听错了，奴婢是说咱姑爷乃人中龙凤，定能中榜。嘴巴没动，声音确实是从他身上传出的。小姐长得好美，好想跟她贴贴啊！等等，我在想什么？差点又说漏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叫二丫。你这丫头有点意思，别在院子扫了，来大堂伺候吧。他刚才那个眼神，不是有点意思，是我听见了。这可是咱们家的大喜事儿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可怜呐，这一大家子真可怜哟。将军府好心收养那孤儿，供他吃穿读书，把女儿许给他。结果这凤凰男觉得是施舍，考上状元反手举报叛国，满门抄斩，小姐卖进青楼。这剧情用脚趾头写的吧？小姐今天真好看，可惜被凤凰男骗了，最后卖进青楼。从刚才就一直在念叨，什么可怜？谁可怜？糟糕，又说漏嘴了。清河，女儿家的，注意仪态。大少爷也是傻，把凤凰男当兄弟，死的时候双腿双脚全被砍断。你们兄妹今日怎么回事？一个比一个不稳重。老爷夫人更糊涂，掏心掏肺供他读书，他考上状元，反手举报将军府叛国，满门抄斩。哥，你也能听见？你也能听见？道完你的道你的，我心里有数。陈状元回来啦！伯父、伯母、清河大哥，世梅不负众望，考上状元了。伯父、伯母，恭喜陈贤侄，既然高中，便好生歇息。这就走了？刚才满院子摆果盘挂红绸，这会儿连杯酒都不留。大哥，今日这是怎么了？我中状元，你们不为我高兴吗？
少爷也是傻，把凤凰男当兄弟，死的时候双腿双脚全被砍断。高兴，我还有军务，先走一步。陈老，恭喜你，我身子有些不适，改日再为你庆贺。清河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清楚再走。你放手！动手是吧？扫帚来！姑爷让让，这地还没扫干净，奴婢给您去晦气。你这贱婢！你这贱婢！为何要这样做？你是对姑爷有什么意见吗？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是不想让任何人欺负小姐，哪怕是姑爷也不行。从今日起，你不用洒扫了，来我房里伺候。小姐，是因为我刚才扫帚舞得好，舞得满堂灰，姑爷呛得直咳。敢往状元郎脸上扫灰的丫鬟，你是头一个。他拽着小姐不撒手，地脏了就得扫，管他是谁。别贫了，换茶去。哎，接近小姐是第一步，要改她的命，得从渣男下手。姑爷留步，小姐在梳妆，不方便。让开。姑爷有话站这儿说。你这丫鬟好没规矩。清河，二丫不得无礼。清河，今日是我唐突，我只是想不明白，伯父伯母视我如己出，如今我高中状元，为何你们避我如蛇蝎？清河，我们就快成婚了，我不希望生出嫌隙。奴婢失手，姑爷恕罪。刚从青楼的相好那里出来，就想碰小姐，你配吗？脏男人！什么？外面有别的女人？陈郎，你身上的味道好生刺鼻。糟了，这件衣服上次穿去青楼，忘了将洗。清河，你误会了。今日同僚拉我去酒楼，叫了几个歌姬弹曲，沾了脂粉气。等我换件衣服，我们再来谈。谎话编得挺快。不必了，我想一个人清静。他身上的味道和他嘴里的话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？上次扫帚没扫干净，这回换个法子，找人盯着他，抓个现行。二丫姐，陈公子昨儿下午进了青楼，直到深夜才保这个烟花女子出来。不许外传，连累将军府，拿你试问。是是是。我跟他相知相守这些年，他为何如此？是我不够好。小姐，你倾国倾城，沉鱼落雁，怎么可能是你的问题？很明显是他有问题，狗男人根本配不上你，干脆分手算了。狗男人分手？糟了，现在词汇又漏出去了。就是一刀两断，他表面深情，背地流连烟花地，这种脏男人不出来留着过年。你啊，慎言。公子，打探到了，这几日林小姐对您避而不见，是因为知道了您去青楼的事儿。她怎么知道的？小姐房里一个叫二丫的丫鬟派人盯了您的梢，回去报的信。一个丫鬟也敢跟我作对，待日后我定要让整个林家好看。一个丫鬟也敢跟我作对，我在朝堂根基未稳，将军府还不能丢，
清河心软，吃软不吃硬。贝里，明日去将军府，公子要解释。不，去跪着。小姐，他还在嚎，吃了这么多次闭门雨，真有韧性。清河，我不是来求你原谅的，只说2句话，说完我就走。小姐面上冷冰冰，还是心软了。我去青楼是同僚拉去应酬，你我相识10年，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。还是说你打心底就瞧不起我？起来吧，我也没说不信你。若有下次，我陈世美必遭天打雷劈。死渣男，算准了小姐吃这套。你从前说过会跟我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如今可还记得？他怎么可能记得？嘴上浓情蜜意，下一步就该哄小姐做妾了。自是记得，怎么突然说这个？我突然想起，我还有点事儿要处理，咱们改日再谈。一提一双人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膝盖可真是铁打。他变了。赐婚圣旨下来好几天了，小姐跟没事人似的，难道真放下了？1碗莲子羹，1碗苦丁茶。小姐，这个莲子羹甜，吃了苦的换碗甜的就行了。人也一样，遇错了人换一个就是。小姐这是真的放下了。小姐人美心善还清醒，那渣男根本配不上。就你嘴贫，走了，带你去酒楼吃顿好的。来啦，小姐。来，好。清河，二丫，不用理他。清河，我知道你怪我，但圣上赐婚，我是被逼无奈。你要信我，我心中唯有你一人，此生绝不相负。清河，你我数年情分，你都忘了吗？小姐不会又被渣男骗到了吧？不要啊，小姐！小姐，背信弃义之人不可轻信啊！他都已经跟昭华郡主定亲了，如何还能不负你呢？分明只是故意找借口罢了。主子说话，哪里轮得到你一个贱婢插嘴？二丫说的对，你嘴上说的好听，可如今满城皆知圣上赐婚你和郡主，你又能如何？他这是还有余地。清河，圣意不可违，我也没办法。只是若你信得过我，肯委屈一下做妾，我发誓绝不辜负你。待到日后有机会，我一定想办法生你做平妻。这脸皮可真厚啊！平妻，圣旨才刚降下来，陈郎连我未来的名分都安排好了，莫不是早就蓄谋已久了？陈世美，你是当我是傻子，还是当天下人是瞎子？会云多云，怼死这个臭不要脸的渣男！没想到小姐不仅长得貌美如花，这脑子转的也是飞快啊！就该这样，撕下她虚伪的面具。旁人不信我也便罢了，可是清河，你我相伴10年，连你也不信我。我知道，我出身寒微，身份低贱，你们陆家一向瞧不上我。好，既然你不肯原谅我，那我陈某今日就以死名义证明我对你的心意。这死凤凰男可真会装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不就是想通过道德绑架逼迫小姐就范吗？有本事你就真死给大家看啊！清河，既然我们此生无缘做夫妻，那便来世定要再续前缘。若我今日死在这里，你大可找个疼你爱你的人，把我彻底忘了吧。从此你们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这将军府的大小姐心也太狠了吧！状元郎都为她寻死了。就是啊，若真是烈女，就该陪着状元郎一同殉情才是。小姐，既然他口口声声说要死，那咱们就成全他。小姐不如就来一招以退为进，看他怎么收场。
陈郎，我乃将军府嫡女，断没有做妾的道理。可你对我情深意重，我自是不能眼睁睁看你去死。不如这样，你先行一步，待你走后，我绝不独活。又是这贱婢！好，清河，我这就去赴死！放开我，让我死！状元爷，你不能死啊！不能跟挚爱之人在一起，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若您抗旨不遵，到时候不仅您的命没了，还会连累林小姐一家呀！这演技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清河，他说的对，我不能那么自私。为了保全将军府，我不能抗旨。我向你保证，我心中永远有你一席之地。好戏，真是一出精彩绝伦的好戏。陈世盟，既然你已经做了决定，那从今日起，你我的婚约就此作罢，从此男婚女嫁，互不相干。状元爷，您没事吧？您的伤口一直在流血啊，属下这就送您去就医。以为在演短剧呢，恶心死了！就破了点皮还送医。二丫，别看热闹了，回府。哎，来了！小姐好眼力，这可是上等的和田羊脂玉。小姐戴这个肯定好看。哟，这只倒还算别致。本郡主要了，我当是谁？林清河，本郡主看上的东西，从不让给别人。你买簪子有什么用？陈郎很快就是本郡主的驸马了，哪有空陪你这种旧人？小姐要脸蛋有脸蛋，要才华有才华，你个只会靠爹的郡主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陈世美那种凤凰男送人都嫌晦气，还好意思抢？郡主说的是，一只簪子罢了。郡主对我挑剩下的东西感兴趣，是她的福气。至于人，郡主若是也看得上，一并拿去便是。毕竟有些东西，外面包着金，镶着玉，内里是废料还是真品，郡主小心看走眼。林清河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好家伙，小姐开大了！字面意思，郡主慧眼识珠，能入郡主眼的必定是真品。至于我看上的这只，不过寻常物件，郡主喜欢，让给郡主便是。让给我？你也配？本郡主就是把它砸了，也不留给你。你才不配，你全家都不配。陈世美那种靠女人上位的软饭男，宋小姐都嫌晦气，你还当个宝？郡主说的是，这簪子臣女确实配不上。物件和人一样，什么成色配什么主。她跟了郡主，也算是有了个好去处。好去处？渣男攀上高枝，破簪子找到冤大头。小姐这张嘴，杀人不见血。你放肆！郡主息怒，外面不少百姓看着，闹起来有失体面。看什么看？这簪子给本郡主包起来。掌柜的，先给郡主包好，我再选别的。郡主，微臣来迟了。清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口男人来了。世美，他欺负我。清河，昭华年纪小不懂事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年纪小，他比小姐还大2岁呢，真能睁眼说瞎话。陈公子多虑了，我跟郡主没什么过节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清河，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，我对你的心意从未变过，只是圣上赐婚，所以陈公子觉得你负我是因为你娶了她。那你要不要当着郡主的面再说一遍，你心里真正想娶的到底是谁？说不出口，那我替你说。娶昭华不过权宜之计，待他日得势，自有万全之策脱身。陈公子辜负我的心意时，连怎么抛弃郡主都想好了，是没想过郡主也会听见吧？等等，这封信是老爷今天早上才接到的。权宜之计，脱身，
你说喜欢我是骗我的。赵华，赵华，你听我解释，那都是我当初为了稳住林家的说辞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赵华，赵华，你等着。走吧，二丫。一封今早才接到的信，小姐揣着来珠宝店，大概本来只是想挑个簪子吧，结果簪子没挑成，顺手把渣男给挑了。小姐，您可真能藏。赵华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？全珠宝店的人都听见了。你写给林震天的信里说娶我不过是权宜之计。那封信是我写的，我不赖。你承认了？但那是林震天逼我写的。他把我叫到书房，说我是林家的家奴，娶他女儿才算报恩，说我敢辜负林清河，他有的是办法让我在朝堂上站不稳。这道疤是他儿子打的。那年我考中秀才，林大少爷说我一个捡来的野种也配读书，抄起砚台砸过来，林家对外说是我自己摔的，给包药就算过去了。我在林家住了10几年，他们给我饭吃，但从来没把我当人。林震天要我写那封信纳投名状，证明我跟王府没勾连，证明我一辈子都是林家的狗。我不写，他不放我出书房。我写了，但我写的每一个字都不是真心的。从今以后，让我发现你再见林清河一次，我就当那封信写的都是实话。我陈时髦此生绝不会再见林清河一面，心里只有昭华一个人，若有虚言，死无全尸。你最好是真的。怎么会？我陈世早这辈子能娶到昭华郡主，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林清河算什么？他连你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你以后要是敢对不起我，我让我爹把你脑袋拧下来。林清河那叫对我好吗？那叫施舍。林家上下哪个真正看得起我？他们收留我，不过是把我当条狗养着，高兴了赏块骨头，不高兴了踢2脚。我考上状元，功劳全是自己的，跟他们林家有什么关系？他们还指望我感恩戴德？做梦！这才是我看上的男人，有志气。林夫人，郡主说了，您若是不去，他就天天派人来请，直到请动为止。到时候全京城都知道将军府不给郡主面子，这恐怕不太好听吧？赵嬷嬷说笑了，既然郡主盛情难却，老身自然从命，请嬷嬷回禀郡主，老身这就准备前往。那老奴就在府上恭候夫人大驾了。娘，您这是去哪儿？昭华郡主又派人来请我，这已经是第3回了。再不去，满京城该说将军府不识抬举。鸿门宴原著里就有这段。成婚后，陈世毛借郡主的名义把夫人请去，明面上赔礼道歉，好茶好水伺候着。上回写信拉拢老爷，被小姐当众拆穿了，还挨了郡主一耳光。这回换成夫人，分明是觉得女人家心软，更好说话。她还是不想放开将军府这棵大树。夫人要是去了，她肯定先搬出在林家的旧事，把将军府当自己家。对小姐还有愧疚，想修复关系，全是套路。先把人哄软了，再找机会单独说话。她惯会用这一套。二丫，在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？夫人，带奴婢一块儿去吧。奴婢虽然笨手笨脚，好歹能端个茶倒个水。郡主府那样大的排场，您身边总不能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。再说奴婢嘴笨，不会说假话，万一要问点什么，奴婢答得上，还不赶紧跟上？哎，伯母肯来，
世弥真是受宠若惊。伯母，请用茶。伯母，世梅今日请您来，是想求您一件事。自从清河与世梅解除婚约，伯父伯母便对世梅冷淡了许多。世梅心里难受，毕竟在将军府住了这么多年，早已把你们当成了家人。世谋想请伯母帮忙劝劝国父，咱们两家的情分不能就这么断了呀。说这么多漂亮话，不就是想跟将军府重修旧好吗？上回写信拉拢老爷，被小姐当众拆穿了，这回换个法子，从夫人这儿下手。什么情分，什么家人，翻译过来就是，他还想攀将军府这棵大树。陈姑爷，清河与你的婚约既然已经作罢，有些往来就该停在过去。你在将军府住过那些年，老身不愿说难听的话，但往后还是各自安好，不必再走动。伯母说的是，世梅也知道有些事勉强不来，只是世梅在朝堂上毕竟年轻，往后若有拿不准的地方，偶尔来府上请教一二，就当是晚辈向长辈问个安，总不至于连这个脸面都不给吧？请教，陈姑爷如今是王府的贵婿，有什么不懂的，该去问王爷才是。将军府的门，你还是少登为好。伯母误会了，世梅只是……茶喝过了，告辞。他给你气受了？他不给我路走。他居然给你气受！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陈世美在你们将军府住了10几年，吃的穿的读书赶考，哪一样不是靠自己？你们林家对外说一句视如己出，谁知真假？他考上状元是凭本事，你们倒好，退婚撇清，连门都不让他登。你们将军府上下没一个好东西。凭本事，吃林家的穿林家的，林家还把女儿许给他，这叫全靠自己，脸皮可真厚。郡主慎言。陈姑爷在将军府10几年，吃穿用度、笔墨数后、赶考盘复，账房册子上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他中状元，将军府满府挂红替他庆贺；退婚是他另娶在先，撇清也是他的选择。郡主若想替他出头，先把这些年的账算明白。账？你们林家的账，不就是仗着当年那点军功，欺他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？他要不是被你们压着，何至于到今天才出头？你们将军府的人就是一群仗势欺人的刁奴。林夫人既然来了，总不能空着手走。把茶端过来，让林夫人在这站一会儿，好好品品我们郡主府的茶。怎么，嫌茶凉？那就继续站着，站到本郡主满意为止。郡主息怒，奴婢斗胆说一句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奴婢确实不算东西，只是郡主方才说将军府仗着军功欺负陈姑爷，奴婢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这军功到底怎么欺负人了。奴婢在将军府伺候这些年，倒是听过另一桩旧事。当年战场上，玉王爷身陷敌阵，是我们老爷单枪匹马冲进去救出来的。兵部有卷宗，宫里也有记档，郡主若不信，随时可以去查。将军府这些年从来没拿这事儿说过什么，可若是救命之恩都能被说成仗势欺人，那往后谁还敢救人？好个牙尖嘴利的贱婢！来人，给我掌嘴！慢着，我的丫鬟还轮不到外人来教训。她说的话若有半个字是假的，老身这就领罚，绝无二话。若她说的是真的，郡主在府门口罚一个说实话的丫头，这事儿传出去，别人会问什么？会问郡主为什么怕一句实话，会问誉王府的救命恩人怎么就成了仗势欺人，会问郡主今日拦我、辱我、罚我的人，到底是在替谁出头？
别冲动，闹大了对谁都不好。站住！郡主还有何指教？林清河那个贱人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他表面上装的清高，背地里不知道给我夫君写了多少封信。将军府养出来的好女儿就是这副德行。郡主说话要讲证据。证据？我亲眼看见的信，还要什么证据？你们林家的女儿就是不知廉耻，缠着别人的男人不放。又来了，明明是你家陈世美死皮赖脸写情诗，现在倒打一耙说小姐纠缠，真当我这互联网嘴她是吃素的？郡主，奴婢敢问一句，您是在哪儿看到我家小姐给陈姑爷写的信？果然是他伪造的，自己写3封信被退回来，转头跟新婚妻子告状，说是小姐纠缠他，好一张颠白倒黑的嘴。前些日子在酒楼，陈姑爷当众跪在我们小姐面前，又是求复合，又是以死明万，闹了好大一出，满堂食客可都看着呢。陈姑爷，那天您跪在地上说了什么？要不要奴婢替您重复一遍？昭华，你尽管去查，我陈世梅行得正坐得直，绝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。那日酒楼的人我早就打听过了，谁也别想翻出什么来。那正好，陈姑爷既然行得正，想必也不怕人去问，奴婢就不替您回忆了。郡主若无其他事，老身告辞。二丫，过来坐。夫人，让你过来就过来。你这丫头胆子大，嘴皮子利索，还护主。今日若不是你，老身怕是要被那郡主欺负了去。夫人别这么说，是夫人自己厉害，奴婢就是多嘴了几句。多嘴的好，回去我跟老爷说，清河有你在身边，老身放心。往后在将军府，谁敢给你脸色看，就是给老身脸色看。说起来，过几日便是秋猎了，琪儿也要随驾去围场，这几日正忙着整装。秋猎，原著里这是个关键节点。大少爷在猎场救了皇上，结果被陈世美冒领了功劳，然后算了，不想了。反正回去得给大少爷提个醒，让他多留几个心眼。大少爷，等等！何事如此慌张？大少爷，这个奴婢特意去大觉寺开过光的，您戴上准能拔得头筹。胡闹！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一个姑娘家，我岂能收你贴身物件？该死，这种时候还重规矩，到底是规矩重要还是命重要？难道又想被人害得砍断双腿双脚不成？你方才说什么？奴婢说祝大少爷旗开得胜呀！祖宗啊，快收下！这玉佩能救命，秋猎有刺客，皇上遇险就靠它相认了。既然是开光之物，也是你的一番心意，我收下便是。大哥耳根都红了，头回见姑娘送信物吧？什么信物？那是保命符。菩萨保佑，这次千万要改变剧情啊！大少爷的腿就指望这块玉了。嘀咕什么呢？没风大。这秋猎的时辰该结束了吧？小姐，不好了！皇上在秋猎时遇猛虎袭击。皇上可有事？被一个勇士救下了，但场面太乱，昏迷前没看清是谁，宫里正在找。幸好玉佩送出去了，大少爷肯定把皇上救了吧？二丫似乎毫不意外。啊，奴婢是被吓傻了呀！完了，说漏嘴，装笨，快装笨！哦，那你说这救驾的勇士会是谁呢？奴婢不知，兴许过会儿就有消息了吧？救命！我才不告诉你是大少爷，否则你不就知道我能未卜先知了？这样啊，那咱们就等着吧。好险，差点就露馅了。
陛下，臣在密林中冒死击退猛虎，背着您逃出险境。一派胡言！救驾者分明是我！都住口！空口无凭，证据呢？臣有陛下被猛虎扯下的龙纹衣角为证。臣，我一个武将，口才哪里说得过状元郎？等等，你腰间的玉佩，呈上来！陈世猛，朕遇险昏迷前，亲手从救驾之人腰间握住了这块碎玉，那片衣袖，你可是费了好大功夫去寻啊！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臣贪功冒进，欺君罔上，若不是看在昭华的面子上，朕今日绝不轻饶！给朕滚去殿外跪着！没有朕的旨意，不许起来！臣知罪。小姐，听说昨日陈世梅在殿外跪了1天1夜，今早是被抬回去的，如今满京城都传遍了。状元郎欺君冒功，跪在殿外的时候，连个求情的人都没有。知道了，你慢慢吃。小姐，这是奴婢的第3碗了，高兴。今天管够，来，赏你一个大鸡腿。二丫，快来看，苏州的胭脂，滇南的翡翠，都是给你的。这，大少爷太破费了吧？若非你送的那块保命筏，我这次就算是有理也说不清，早被陈世谋那白眼狼害死了。听见没？你现在可是我们将军府的小福星。哇，逆天改命成功，这波赚麻了！全是我的。原著剧情又走完一关，大少爷的命保住了，陈世美被罚跪。我这剧本推进的比原著进度条快多了，接下来那渣男肯定要来求和，誉王那边也该拉老爷入伙了。不慌，都是我都输。走路都快蹦起来了，尾巴都翘上天了。小姐找奴婢。二丫，以后我们将军府的安危可就全靠你了。小姐放心，包在奴婢身上。那必须的，姐手握原著脉络，什么坑什么坎门儿清。小姐，大少爷，陈世魔求见，说是来赔礼求和的，小人拦不住。清河，大哥，你们听我解释啊！我的人品你们还不了解吗？我当日只是一时糊涂，贪功冒进了。你贪功冒进，与我们将军府何干？清河，你们生来富贵，怎懂得我这种寒门学子步步维艰？我若知道皇上是大哥救的，我万万不敢去争抢啊！又是你这贱婢，每次都是你在从中搞鬼，去死吧！放肆！清河，只要杀了这贱婢，我们就能回到从前。爷！完了，这疯狗真咬人了，无命休矣！陈世茂，你今日拔剑指向一个有无寸铁的丫鬟，这就是你读了10年圣贤书的本事。他挑拨离间，每次都是他在坏事。你护着他，就是不信我。信你？你变心负我，扭头迎娶了郡主，你让我拿什么信你？你说我们瞧不起你，那你倒是做一件让人瞧得起的事儿啊！在酒楼做戏的是你，冒领功劳撒谎的是你，如今持剑行凶的也是你。怎么还想砍我不成？来，往这儿砍，让全京城看看陈状元是怎么恩将仇报，对救命恩人的女儿动刀子的。陈世美，你要发疯，回你的郡主府发。
将军府不欠你什么。好，你们狠！如今宁愿护着一个贱婢，也不肯原谅我。好，从今往后，我陈世某绝不踏入将军府半步，咱们恩断义绝。恩断义绝？你欠的恩情还过1分吗 ，Strong 哥？你早就恩断义绝。来人，送客。这狗男人真是疯狗，见谁咬谁。既然你们无情，就别怪我无义。原本想着这渣男说恩断义绝就该滚远点了，没想到我还是低估了他脸皮的厚度。这黄鼠狼给鸡拜年，绝对没安好心。伯父、伯母，过去之事全是世梅不对，你们对世梅恩重如山，我无论如何也该报答你们的。报答什么的就不必了，毕竟当初我们收养你，也不是为了图什么回报。陈大人如今已经是郡主跟前的红人，我们这小小将军府可受不起你这份大礼。伯母说笑了，世梅能有今日，全赖将军府栽培。其实我今日来还有要事相商，这事儿事关重大。什么事不能明着说？我知道你们或许对我有些成见，可这事儿事关将军府的存亡啊。伯父，誉王殿下想请将军共谋大事。果然来了，不是劝谋反，是来栽赃的。伯父，皇上对将军府早有忌惮，他觉得您早年立功太多，手握重兵，如今大少爷又锋芒太盛，所以皇上一心想除掉将军。这畜生，我林家满门忠烈，他竟敢来劝我谋反！伯父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誉王殿下愿意出手相助，咱们3家联手，在皇上动手之前，先把他给。到时候若是事成，将军府就是开国功臣，定能加官进爵，世代荣华。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伯父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！难道您真想看着将军府100年基业毁于一旦吗？此事容我考虑考虑。好，伯父是个明白人，世梅静候佳音。乱臣贼子，竟敢拉我林某人谋反，简直是丧心病狂！老爷息怒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直接拒绝，以那陈世美的阴狠，定会向誉王进谗言，栽赃陷害我们。若不拒绝，难道真要跟着他们谋逆不成？二丫，你来的正好，你觉得此事该当如何？老爷，奴婢只是个洒扫丫鬟，哪懂这些国家大事？原书里老爷直接拒绝。陈世梅那渣男趁道歉送礼的功夫，派人往书房塞了通敌密信，反手就去检举，害得将军府满门抄斩。这次绝不能让悲剧重演。不过奴婢斗胆说一句，不如先假意答应下来，以免激怒了他们。待到他们将计划全盘托出，咱们再拿着证据去向圣上检举，您觉得呢？好啊，此法甚好，妙极妙极！你这丫头，难怪清河总在房里夸你聪慧。小姐总在背地里夸我，她对我这么好。老爷又去誉王府了，这都多少趟了，快把那门槛踩平了。爹这是去给那翁婿俩灌迷魂汤，汤灌够了，该套的话也就套出来了。老爷这演技，回回碰杯称兄道弟，誉王怕不是真拿他当自己人了。
誉王不放下戒心，咱们就拿不到铁证。老爷这卧底当的，比我追的谍战剧还刺激。林将军乃国之柱石，事成之后，将军府便是一字兵坚王。伯父，下月初5子夜起兵，届时北营的兵马由您调遣，从玄武门进攻皇宫，我们的人则控制九门，封闭京城消息，里应外合。只是皇上近日调了禁军轮防，各门守将多有变动，若无详细布防图，届时怕有闪失。世美，去将布防图取来，请林将军过目。这蜡封手法眼熟，王爷可否借末将参详参详？一封拟好的草稿罢了，将军要看便看。伯父请看。老爷，万事须得小心，这无异于与虎谋皮。夫人放心，这群乱臣贼子以为我林震天是那么好糊弄的？这是誉王伪造的通敌密信，准备事成后用来陷害政敌的。我在酒桌上借着酒劲借鉴过来，就没还回去。这可是铁证啊！这1个月来，誉王谋反的完整计划、参与人员名单以及这封书信，都已经尽在我手。是时候收网了。好一个誉王，好一个陈世谋，朕待他们不薄，他们竟敢密谋造反！臣不敢有半句虚言，所有证据俱在，请陛下明鉴。林爱卿，你忠心耿耿，朕心甚慰。这次多亏了你，否则朕怕是要被蒙在鼓里，死在乱刀之下。臣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，万死不辞。既然他们要反，那就让他们反。朕倒要看看他们有多少斤两。传旨，今夜3000禁军换上便装，埋伏在宫门两侧，大殿之内，屏风后安排刀斧手。臣遵旨。明日一早，誉王登基，我便是拥立之功。林清河二丫林家，今日过后，我要让你们所有人付出代价。怎么回事？约定的时辰早过了，林战天的队伍怎么还没出现？难道他反悔了？不可能，他已经被我们拉下水了，想脱身也脱不了。王爷，事不宜迟，按备用计划行事，直接进宫，诬告林震天谋反，让皇上把他抓起来。等他被砍了头，我们再趁机起事。陛下，臣有要事启奏，将军林震天暗中勾结敌国，意图谋反。臣冒死潜入虎穴，亲耳听见他与敌国使臣密谈，现以证据确凿。陛下，臣亦察觉林震天近来行踪诡秘，多次私调北营兵马。臣与陈大人假意周旋，才套出他的狼子野心。请陛下速速拿下此贼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誉王陈世法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
皇上，臣是被誉王胁迫的，臣人微言轻，不敢不从啊！继续说。郡主可以作证，臣一开始是拒绝的，是誉王用全家性命威胁臣，臣才不得不从啊！还有林清河，臣心里一直只有清河，是郡主缠着臣，臣不得已才娶了她。臣对将军府从无二心，臣是清白的。他竟还有脸提我！誉王满门抄斩，郡主也被禁足在无相寺，他靠山全塌了，转头就想往小姐身上贴。这凤凰男的脸皮比京城城墙加汇成河还厚。来人，去大牢，给我往死里打，让他再敢攀扯。是。解气，小姐终于不说慎言了，改说往死里打了。誉王满门抄斩，郡主靠着太后才保下一条命，不老老实实抄经赎罪，还到处托关系捞陈世梅。行，你想捞，我给你加点料。哟，二丫姑娘，这么大手笔，帮我演一出戏。什么戏？去无相寺外茶摊偶遇郡主身边的心腹赵嬷嬷，就说你怀了陈世美的骨肉，求郡主做主。连亲笔信都备好了，就这，简单。嬷嬷，求您帮帮奴婢吧！奴婢怀了陈郎的孩子，可如今陈郎在大牢里，奴婢无依无靠，只想求郡主开恩，让奴婢进去见陈郎一面。你说什么？陈世朝的骨肉？这是陈郎写给奴婢的信，他说等出去就娶奴婢过门，还说与奴婢海誓山盟，永不相负。郡主，老奴去翠香阁查过了，这信确是陈姑爷亲笔。那牡丹是他常点的姑娘，确实有了身孕。好一个永不相负！我在这里为他奔波，他在牢里还跟青楼贱妇勾搭。郡主息怒，这事儿若传出去，您的颜面……传我的话，从今以后，陈世美与我再无半点关系。谁要救她，就是与我作对。听见没？这鼓声一响，誉王一家老败可就人头落地了。谋反的死罪，某些攀高枝的狗腿子也逃不掉。不，我不想死，我是新科状元，我还有大好前程。圣旨到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陈世毛涉嫌关联王族弊案，依规本应重罚，然念其与镇国将军府有10年旧谊，特免其重罚，交由将军府全权处置。钦此。交由将军府处置，免除死刑。我就知道，天不绝我。吓疯了吧？交到林将军手里，还不剥了你的皮？清河，一定是清河去求了皇上，他到底还是舍不得我死。女人就是这样，嘴上再狠，心里还是装满了我。10年的感情怎么可能断？只要我再服个软，哄哄他，对，我还能东山再起。清河，清河，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。清河，
你带我出去好不好？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前是鬼迷心窍，被那郡主蛊惑了。只要你救我出去，我给你当牛做马。陈世美，你说将军府看不起你，说我们把你当狗，那我问你，父亲可曾少过你一文数修？母亲可曾亏待过你一件冬衣？我林清河可曾对你说过半句重话？将军府供你读书10年，把你从乞儿攻成状元，你在朝堂上做了什么？诬陷恩人叛国，要把我们全家送上断头台，连狗都不会像你这般忘恩负义。够了！你懂什么？你们生来什么都有，高高在上，你们的施舍不过是为了满足你们的优越感。优越感，优越感！你摸着良心说，从小到大，我林清河可曾在你面前炫耀过一件首饰、一件衣裳？可曾因为你是孤儿嘲笑过你半句？你没有，因为我从来没有。是你自己的自卑和贪婪，把你变成了这副模样。别把你的恶心推到别人身上。疯了！小姐这波帅掉渣了，渣男连一块遮羞布都没剩下。二丫，戏看完了，回家。疯了！小姐这番话值得刻在大门上，早晚膜拜。二丫，疼不疼？没事，小姐，磕了一下，奴婢脑袋硬，想起来了，这破书作者现实里就是个吃绝糊的凤凰男，把自己干的恶心事写成小说，让恩人家破人亡，来满足他那点阴暗心理。陈世梅不过是垃圾作者自我洗白的照妖镜。二丫，你说的对，这就是一出荒唐的小丑戏。走吧，回去商量商量，怎么让这个小丑得到他应有的结局。依我看，千刀万剐都不为过。赐死他太平，得让他尝尝自己种下的恶果。二丫，你说呢？小姐，他最得意的事不就是陷害忠良、践踏律法吗？那就让他看看真正的律法是怎么处置他的，将他移交官府依律审判，谋反从犯、忘恩负义、伪造证据，数罪并罚，发配苦役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就挖矿，太便宜他了。听我说，就这么办。小姐，大少爷，宫里来人了。皇上开恩，说陈世美毕竟是将军府出去的人，交由将军府全权处置。带进来。清河，清河，我知道错了。你看在咱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，继续说。你还记得那年冬天，你在书房弹琴，我在窗外听了一整夜吗？你还记得我考中秀才那天，你亲手给我缝的香囊吗？清河，我们有过好日子的。清河，你心里还有我对不对？你救我出去，我陈世昭今生今世只爱你一个。他还真敢提，专挑小姐心里最软的地方捅。当初在酒楼跪着求复合的时候也是这一套，这些回忆是真的，所以才更恶心。原来你还记得那些。堵上他的嘴，
丢去最低等的小官拐，他不是喜欢把人卖进青楼吗？让他自己去尝尝滋味。老爷夫人，京城传遍了，陈世魔入了剑籍，还进去了那种地方，他这状元郎的脸面算是丢得干干净净了。该，他想把妹妹卖进青楼，如今自己倒陷入了昌门，老天爷真没瞎眼。他心心念念要害我女儿，如今这报应落到他自己身上。阿弥陀佛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回想这1年多来的凶险，誉王谋反，陈世美构陷，每一桩都足以让我们林家万劫不复。若是没有二丫，将军府怕是早已成了陈世美脚下的踏脚石。肘子炖得好烂，小姐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也没干啥，就是开局自带了个剧透剧本嘛。谁让那渣男想欺负我家神仙小姐？小姐折煞奴婢了，谁让他欺负小姐，还想害大少爷和老爷夫人？二丫，你对我们将军府的恩情，我林志天记在心里。从今天起，不许再自称奴婢。我要收二丫为义女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将军府的二小姐。啊，我什么都不会，就会吃。以后你就是我亲妹妹，京城横着走，大哥罩着你。好孩子，这声干娘你跑不掉的。听见没？以后咱们就是真正的亲姐妹了。其实吧，我还有好多对付渣男的招数没来得及用呢，省省吧，小福星。今日我将军府正式收二丫为义女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将军府的二小姐。好孩子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娘第一个不答应。恭喜妹妹，谢谢爹娘姐姐。二丫，如今你也是小姐了，有什么心愿尽管说。我还没想好，能每天吃饱睡好就成。二丫，你若不嫌弃，我可以娶你，就当是报答。什么报答？分明是惩罚我！谁要嫁给你这个死板的古板精？哎呦，我的傻儿子哟，你这报答方式也太特别了。老大呀，老大，你也有今天。大哥，你这是恩将仇报，人家二丫救了你，你还要搭上人家一辈子啊！我也就是随口一说。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惊慌？那边传来消息，说陈世美趁夜逃跑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小老管看管严密，他一个手脚皆废的残废，怎么跑？小的也不清楚。他还扬言已经暗中联络了誉王旧部，要血洗将军府，报仇雪恨。不对，誉王旧部早就被清算干净了。他一个身无分文的残废，拿什么联络旧部？再说了，那里比苦役所还丢人，他连大门都不敢出，跑出去让人认出来是新科状元，他宁可烂在里面也不会跑。还有这管家，说话的时候眼珠乱转，气息明明没喘那么急，额头上的汗却冒得整整齐齐，心虚都写在脸上。二丫，去问问，仔细些。管家伯伯，您慢慢说，陈世美是怎么跑的？谁放的？往哪个方向跑了？这小的也是听别人说的。听谁说的？是那边传过来的消息。那里就在2条街外。他昨夜要是跑了，您怎么隔了一整夜才来报？小的也是刚接到信儿。再说陈世美手脚筋都断了，翻身都要人死，
他能自己爬起来摸黑跑出去？谁给他开的门？谁背的他？他们那里就指着那张状元脸吃饭，丢了人比丢了钱还心疼。真要跑了，早就闹得满京城都知道了，还轮得到你来报信儿？别紧张，喝口茶，慢慢想清楚再说。拿下！大小姐饶命！是陈世美从前身边一个旧仆，是陈世美从前在状元府当差的一个旧仆，姓王。他说陈世美托人找到他，把藏在外头的一点碎银子给了他，求他帮忙往外传个话，只要外面闹出陈世美逃跑的动静，将军府一乱，陈世美就能趁乱找到逃跑的机会。逃跑？他手脚皆废，从床上滚下来都得人抬，怎么跑？那姓王的旧夫人呢？大少爷明鉴，那王母根本没打算放人，他就是贪那点传话钱，让小的回府来报假信儿。他说反正陈世美在小馆里，闹不闹的也翻不了天，就算事后被拆穿，也怪不到他头上。来人，把这奴才和陈世美那旧仆一并押去顺天府，请知府大人一律严惩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查陈世毛旧仆王某造谣惑众，图谋不轨，以杖80，发配3000里。原将军府管家散布谣言，知情不报，杖30，罚苦役3年。朕闻将军府处变不惊，明察秋毫，实乃百官之楷模，特赐金匾1块，上书忠勇可嘉，以彰其德。钦此，臣临见天，叩谢皇恩。这个不行，太丑了。这个样貌尚可，就是嘴角带笑，一看就是花花公子。这个贼眉鼠眼，肯定是个家暴男。不行不行都不行，全配不上。小姐，您为何这么信我？非要我选不可？我能听到哦，你的心声。你能听到？爹，你也能听到？娘，能。大少爷，听了1年多了。我不活了！